今年7月20日係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龍50週年忌辰。多年以嚟，大家對佢死亡嘅真正原因有多種猜測。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李小龍短暫而傳奇嘅一生，分析佢嘅死亡原因，以及有關李小龍之子李國豪嘅詛咒傳聞。喺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嘅頻道，收睇更多奇聞趣事。從出生開始，李小龍就注定係人中之龍。李小龍嘅父親李海泉係香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而母親何愛如係香港富商何東爵士同母異父嘅弟弟何金堂嘅養女。1939年，佢哋帶住3名子女由香港遠赴美國三藩市唐人街演出粵劇。1940年11月27日，李海泉嘅第4名子女喺三藩市唐人街東華醫院出生，佢就係之後為人所熟悉嘅李小龍。佢喺辰時出生，屬性為龍，而且1940年係農曆庚辰年，生肖亦係屬龍。李海泉為佢取名李振藩，但係因為嫲嫲迷信當時男性普遍比女性短命，就為李小龍改咗一個女性化嘅乳名，因此家人都叫佢細鳳。而佢嘅英文名 Bruce， 據說係由東華醫院一名醫生為佢所改，亦有傳係因為生產期間李海泉聽到護士叫 Push， 所以就以諧音 Bruce 作為李小龍嘅英文名。Bruce。Bruce Lee。哦，Bruce Lee。1941年，李小龍隨父母返回香港，開始咗佢嘅童年生活。佢自幼身體孱弱，喺佢7歲嘅時候，李父就教佢練習太極拳鍛煉身體。李小龍輾轉換過幾間學校，直至中4嗰年，性格外向嘅李小龍因為打交同埋曠課被趕出校，之後轉到聖方濟書院繼續學業。1956年，16歲嘅李小龍喺一次幫派衝突之中受挫，佢喺油麻地拜葉問為師學習詠春拳，之後喺一次街頭打鬥中，李小龍用一招日字衝拳取勝，奠定咗佢日後喺武術界嘅輝煌成就。半年之後，因為葉問搬遷到李鄭屋村，李小龍就逐漸減少到詠春拳館學習。此後，李小龍再潛心鑽研多種不同類型嘅功夫，例如洪拳、白鶴拳、蔡李佛、少林拳等等。1958年，李小龍奪得香港校際拳擊比賽少年組冠軍。因為父親嘅關係，李小龍從小就有好多參與電影演出嘅機會。年僅3個月大嘅李小龍就已經喺電影《金門女》中亮相。嚟啊，阿彪得意啊！同年嘅佢先後拍過幾部電影，直至1950年公映嘅《細路祥》，李小龍首次擔任男主角。當時電影廣告上嘅藝名係李龍。嗰個你細佬嚟㗎？係，佢叫做阿牛，我叫做細路祥。唔該，細路祥。唔使唔該。食粉啦？唔食啦，多謝啊。之後又喺電影《人之初》之中演出，當年只有11歲嘅李小龍演技獲得一致好評。之後佢仲演出咗1957年嘅《雷雨》同埋1960年嘅《人海孤雄》等等經典作品。你放屁！你先至懶啊！鬼到佢冤枉我啊！坐低。除咗演技同埋武術了得，少年時期嘅李小龍亦非常沉迷跳 cha-cha， 佢曾獲得全港 cha-cha 舞邀請賽冠軍。1959年，19歲嘅李小龍返到美國以保留美國公民身份。李小龍於1961年考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主修戲劇，副修哲學同埋心理學，對於佢將來創立截拳道嘅理念有一定影響。喺美國留學期間，李小龍遇到佢未來嘅太太 Linda。
1962年4月，李小龍大學2年級嘅時候，租用咗校園嘅一個停車場空間，開設咗真帆國術館教授武術，開始闖出名堂。1964年，李小龍應美國武術家以及演員 Ed Parker 嘅邀請，出席咗美國加州長堤國際空手道錦標賽，表演咗雙指掌上壓。佢只係用拇指同埋食指支撐身體。李小龍仲表演咗寸拳，亦即係佢著名嘅拳法，又名寸勁。佢可以喺全身姿勢基本保持唔喐嘅狀態之下，拳頭只係距離對方大約1英寸，喺極短嘅距離之下，已經能夠打出強大嘅爆發力。同年8月，李小龍喺加州奧克蘭成立真帆國術館，向非華裔教授武術。之後，李小龍被電視製作人 William Dozier 邀請試鏡。1966年4月，李小龍同美國廣播公司簽訂咗30集電視劇《青蜂俠》嘅演出合約，飾演青蜂俠嘅助手加藤一角。其後又客串咗另外幾套劇集。1967年7月9日，李小龍開設咗洛杉磯中國城嘅真帆國術館，呢度亦係李小龍最後親自授徒嘅武館。李小龍早期主要係教授詠春功夫，後來開始融入腿法，以及將格鬥哲理運用喺技擊之中，使技術變得更富效率以及更符合哲理。攔截係李振藩技擊術嘅基石，可以作為一種積極嘅防禦法嚟化解對手嘅攻擊。李小龍將呢一種技術正式命名為截拳道，佢唔只係一種拳法，更加係一種武術哲學。What is this thing you do? In Cantonese, 截拳道, the way of the intercepting fist. Intercepting fist, huh? Or foot. Come on, touch me. Any way you can. You see, to reach me, you must move to me. Your attack offers me an opportunity to intercept you. In this case, I'm using my longest weapon, my sidekick, against the nearest target, your kneecap. This can be compared to your left jab in boxing, except it's much more damaging. I see. Well, speaking of a left jab... Oh, this time I intercept your emotional tenseness. You see, from your thought to your fist, how much time was lost. Not much. Yeah, Lee's gonna teach me all this. I cannot teach you. Only help you to explore yourself, nothing more. All right. 同年，李小龍出席咗長堤國際空手道大賽，並且進行咗各種表演，包括對 USKA 世界空手道冠軍 Whitmore 表演咗無敵拳。李小龍同 Whitmore 講，會向佢塊面打出一記直拳，佢要做嘅就係嘗試阻擋李小龍嘅直拳。李小龍後退幾步，詢問 Whitmore 係咪做好準備。當佢點頭確定，李小龍就對住佢塊面打出一記直拳，喺打中之前停止。喺8次嘗試之後，Whitmore 連1次都攔截唔到李小龍嘅直拳。李小龍喺美國聲名大噪，又不分種族教授白人武術，自然會令部分思想守舊嘅人對佢不滿。一次，佢俾江湖中人黃俊開槍襲擊，李小龍身中2彈，但係因為.22口徑手槍嘅子彈殺傷力唔大，李小龍當時又着住厚嘅皮褸，所以冇受傷。但係李小龍經過此事之後，決定離開美國，回流香港。1970年代，邵氏行政總裁周文懷離職，創辦嘉禾影業公司。1971年，周文懷邀請李小龍合作拍攝5部電影，亦即係《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同埋《死亡遊戲》。其中，《死亡遊戲》為李小龍嘅遺作。1971年，李小龍回流香港之後，第一部電影《唐山大兄》上映。憑藉李小龍一身武藝以及個人魅力，喺70年代初期掀起一股電影熱潮，令當時衰退嘅香港電影工業重新揾到一線生機。
電影亦都轟動全球，令所有人對香港電影刮目相看，仲創下咗香港開埠以嚟嘅電影最高票房紀錄，達到300萬港元。1972年，嘉禾乘勝追擊推出電影《精武門》，李小龍喺片中飾演霍元甲嘅弟子陳真，大鬧日本武館。其中佢以一敵眾嘅場面以及一句對白「中國人唔係病夫」，成為咗香港電影史上嘅經典。並且李小龍亦首次將雙截棍搬上大銀幕。你哋記住啊，中國人唔係病夫。而同年上映嘅電影《猛龍過江》係李小龍唯一一部自編自導自演嘅電影，亦都係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遠赴歐洲取景嘅電影。1973年上映嘅電影《龍爭虎鬥》由李小龍與美國華納公司合作拍攝，亦係李小龍喺荷里活電影中第一次擔任主角，從而令李小龍一躍成為世界級國際影星，達到人生巔峰。而原本李小龍喺1972年秋季就開始構思嘅電影《死亡遊戲》，因為美國華納公司嘅邀請合作，李小龍為咗把握呢個邁向國際嘅機會，所以就停止拍攝《死亡遊戲》，先安排拍攝《龍爭虎鬥》。但係估唔到李小龍再冇機會完成《死亡遊戲》嘅製作。1973年5月10日下晝5點，李小龍於片場為電影《龍爭虎鬥》配音嘅時候，突然嘔吐以及抽搐，陷入半昏迷，情況一度危殆，被送入浸會醫院搶救。2小時之後逐漸甦醒，但係李小龍並冇理會呢個健康警號，喺留醫1星期之後，繼續投入工作。1973年7月20日晚上9點30分，李小龍喺台灣女星丁佩位於九龍塘嘅家中昏迷，先由丁佩嘅私家醫生為李小龍進行急救，但係冇起色。救護車於晚上10點38分到場，將李小龍緊急送院搶救，延至晚上11點38分，由醫生宣告死亡，享年32歲，終結咗呢個一代武打巨星短暫而傳奇嘅一生。李小龍嘅驗屍結果顯示，佢身體冇任何明顯傷痕。檢查丁佩寓所嘅時候，未發現打鬥或者發生糾纏嘅痕跡，亦冇發現任何有毒物品。然而，李小龍嘅死因喺民間至今仍然眾說紛紜。以下為大家分析李小龍死因嘅傳聞。李小龍對自己嘅身體質素要求極其嚴格，為咗要同時兼顧速度同埋力量，佢有一套獨特嘅訓練方式。佢明白，淨係做重量訓練，雖然能夠增強肌肉嘅力量，但係相對上移動速度會減慢。李小龍喺訓練中加入大量耐力訓練，可以鍛煉快速肌纖維，增強爆發力。
甚至有傳聞指出李小龍用高壓電流刺激肌肉，但係過度嘅訓練終於帶來咗嚴重嘅後果。有人認為佢練功過度，走火入魔而身亡。電影《龍爭虎鬥》嘅攝影師陸正聲稱喺事發晚上7點已經知道李小龍嘅死訊，比救護車到場嘅時間有3個半小時嘅空檔。坊間猜測係因為有人要清理現場，先至遲報死訊。亦有人稱李小龍有李三腳嘅外號，除咗係形容李小龍踢腿嘅速度快到好似有3隻腳，亦係因為有記者聲稱曾經潛入殮房偷睇到李小龍嘅遺體，發現佢金槍不倒，懷疑佢死前曾經服用春藥。李小龍逝世10年之後，丁佩接受電視訪問，佢否認李小龍出事嗰日曾經同李小龍發生關係。因為我覺得我丁佩呢係一個敢做敢當嘅人，即係如果我做咗呢就做咗，如果我真係同小龍呢佢死咗啦，我都會承認嘅，因為我覺得冇咩需要隱瞞，咁啊唔係就唔係啊嘛。法醫報告證實，喺李小龍嘅胃部以及小腸分別驗出0.5毫克以及0.4毫克嘅大麻成分。李小龍妻子 Linda 亦承認李小龍有服用危險品嘅習慣。雖然咁細微嘅份量唔足以致命，但係亦唔排除有引起慢性中毒嘅可能。李小龍故居係一間位於九龍塘嘅別墅，所謂龍遊淺水遭蝦戲。當時李小龍嘅朋友就同佢講：你係一條龍，點可以住喺水塘呢？又話你係小龍，又點同9條龍相比啊？李小龍故居建於1970年代初期，名為西鶴小築，有駕鶴西歸嘅寓意，比喻死亡，十分不祥。以上種種喺風水命理學上都被視為同李小龍相克。李小龍死後，別墅被富商余彭連購入，改建成時鐘酒店，命名為羅曼酒店，直至2019年9月被拆卸。2006年2月26日，美國芝加哥醫療鑑驗部專家 James Filkins 認為，李小龍最有可能死於一種於1995年先至被發現嘅癲癇猝死症。亦有傳聞話，李小龍其實係死於1996年先至被發現嘅瘋牛症，因為有傳李小龍為咗增強體力，會將生牛肉放入攪拌機，加入其他補充品，攪拌成奶昔飲用。佢有可能食咗被污染嘅牛肉。2022年，西班牙腎臟專家指出，李小龍嘅真正死因可能係水中毒。低血鈉症俗稱水中毒，如果喺短時間內飲大量嘅水，就會引起腎臟功能障礙，甚至喺幾個小時之內死亡。驗屍報告指出，李小龍嘅腦部腫脹比正常人嘅腦部重咗10%，而且喺佢死之前嘅2個月都出現過突然嘔吐、抽搐以及陷入昏迷等等嘅症狀，同低血鈉症嘅症狀相符。李小龍同埋兒子李國豪同樣英年早逝，有傳係因為同電影《死亡遊戲》嘅詛咒有關。當年李小龍為咗進軍荷里活，將已經拍攝咗1/3嘅《死亡遊戲》暫停，改為先拍攝《龍爭虎鬥》。而喺李小龍逝世之後，電影公司就揾咗韓國演員唐龍作為李小龍嘅替身，完成《死亡遊戲》嘅拍攝。最後終於喺1978年公映，但係因為李小龍只拍攝咗幾場主要武打片段，公映版本嘅故事大綱已經改到同李小龍原本嘅構思大相徑庭。1994年，李小龍遺孀 Linda 喺李小龍位於美國愛達荷州嘅故居中，發現《死亡遊戲》嘅原版劇本及武術設計手稿，李小龍原本嘅構思得以公開。《
死亡遊戲最初嘅靈感係嚟自佛教典故七級浮屠，故事講述一位絕頂高手海天同埋其他幾位武術家為咗奪取傳說中嘅稀世珍寶而獨闖7層寶塔。塔內每一層都有一位絕世高手把關，經過連番激戰之後，海天到達塔頂，結果藏寶盒裏面並冇稀世珍寶，只有一張字條，上面寫住生命係一段等待死亡嘅歷程。眼見世間再冇對手，海天感到孤寂同埋失落，佢頓悟咗，即使武術再高，都比唔過生命無常。最後海天同埋其他武術家互相離開寶塔。傳聞話李小龍嘅死係因為受到死亡遊戲嘅詛咒。首先，電影嘅名已經十分不詳，帶有死亡嘅意味。其次，喺原版結局之中嘅一句說話，生命係一段等待死亡嘅歷程，最後主角悟出，縱使天下無敵，都要敗喺死亡之下嘅道理，就好似李小龍對自己一生嘅自白。1964年，李小龍同埋佢嘅功夫學生 Linda 結婚，婚後育有一子李國豪以及一女李香凝。可能係因為受到李小龍嘅影響，佢嘅2名子女都喺演藝界發展。喺李小龍死後大約20年，1993年3月31日，李國豪喺拍攝電影《烏鴉》嘅時候，喺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片場俾流彈碎片打中而意外身亡。李國豪喺拍攝電影《烏鴉》其中一幕，同另一位男演員距離12至15英尺。男演員手持一把手槍向李國豪射擊，當時手槍係使用冇彈頭嘅空包彈，但係因為劇務人員並未將前一場戲所使用嘅道具槍清空，以致槍管內有前一場戲嘅空包彈碎片殘留，碎片意外射出，打中李國豪嘅腹部。經過6小時嘅搶救之後，李國豪宣告不治，年僅28歲。而最巧合嘅係喺《死亡遊戲》公映版嘅故事內容，有一幕正正就係描述李小龍所飾演嘅角色功夫明星盧比利喺拍攝電影期間被黑幫組織用槍暗殺，而呢個電影橋段竟然喺現實中發生喺李小龍嘅兒子李國豪身上。究竟死亡遊戲係李小龍父子嘅死亡預言，定係詛咒呢？歡迎留言發表你嘅意見。如果你想收睇更多奇聞趣事，請立即訂閱我嘅頻道。我係老波士，下次再見。